30年前，一场席卷全国的剧烈爆炸带来了足以毁灭城市的精灵少女，而男主师道竟然通过攻略封印了精灵的力量。那些妹子变成普通人跟在师道身边，而师道的妹妹竟然是5年前毁灭城市的精灵。他的同学折纸的父母也死于那场灾难，于是两人展开了一场大战。师道将妹妹秦里的精灵封印在体内，成功阻止了折纸动手。但折纸回去后，因为偷窃装备遭到处分，却被工作人员救了下来。师道接到折纸的消息，立刻下楼，而司宪乃本打算去看电视剧，先是听到海上出现2个飓风的消息，而师道在楼下见到折纸，发现路人都在观察两人，于是他提出带折纸去没人的地方，没想到折纸竟然把他拽进了女厕所，甚至打算一拖到底，幸亏师道阻止了。师道问他之后情况如何，折纸说自己被处分停职2月。不过他还是无法认同师道说秦里不是凶手的话，因为师道没有决定性的证据。折纸说他相信师道，也不想杀害师道的妹妹，但是他很好奇师道究竟是不是人类，毕竟3个月前他确实误射师道，而师道竟然完好无损。关于这件事他并没有上报，因为师道一旦被确定是精灵，上头一定会下达指令围剿师道，但师道确信自己是人类，于是折纸不再多问，反而问师道有没有空去买休学旅行用的饮料。折纸就是想让师道来选，于是师道被迫跟他出了厕所。此时打扫卫生的石香以为能被师道夸奖，结果就看到师道打开的行李箱，一下就想到司宪乃在看的电视剧，里面的主角也在收拾衣服，离开了妻子。他大手打击冲出家门去找师道，结果就在厕所门口看见2人先后出来，误以为师道要抛弃自己和折纸一起离开。石香精灵力暴走，因为师道追上石香，离开折纸的他终于被秦里联系上了。秦里告诉师道，精灵力已经产生波动，再这样下去很有可能触发空间阵，让师道与石香约会，使其交揪。而此时机械军团的人也收到了预警，队长立刻带着全队人员出击，但是到现场就发现信号被屏蔽，因为居民还没有撤离，所以他们也不敢贸然上天。而师道正在试图哄石香开心，还答应他今天给他买黄豆粉面包，然而到现场面包早已卖光，石香的心情跌落到谷底。师道赶紧带着他去街道其他的面包店，没想到全部都售空了。秦里也无语了，为什么偏偏今天全卖光了呀？没想到这个时候副司令神武月走了进来，他说为了防止早上石香的暴走，所以他特意买了很多黄豆粉面包囤着。原来是这家伙干的呀！最后面包还是被送到了师道手上，吃到面包的石像被治愈了，所以队长他们失去了预警，只能返回基地。而师道回到房间，却发现行李箱坏了，这本来是收拾着准备去休学旅行的行李，无奈只能把行李箱草草装好，准备出去维修一下箱子。下楼的时候还告诉2人自己要出门，结果石香就看见他提着行李箱给折纸打了一个电话，而石香在看电视，里头的主人公出轨，还说给夫人买了喜欢的东西，对方根本没发现他的行踪。石香一看房间里行李都没了，还以为师道真的要像电视剧那样抛弃他。他再一次冲到了师道那里，看到师道和折纸一路，石香大哭着抢走了行李箱。因为他的情绪暴走，又一次触发了空间阵，周围的人群已经开始疏散。师道因为收拾行李的时候把耳机摘下了，所以秦乙他们不能第一时间给石香的位置。不过师道已经找到了石香，石香问他是不是要拎着箱子离开自己。师道说这是给他们下周休学旅行准备的，而且里面装的是他和石香的衣服，自己怎么可能会离开？石香没想到真相是这样，但是精灵力已经无法控制，开始持续外溢，再这样下去城市可能会被毁灭。石香自己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，秦里他们也只能相信师道了。而师道拼命靠近，成功靠接吻抑制住了暴走。同时司宪乃的电视剧也迎来了结尾。另一边魔法师协会的2人也听说了精灵的波动，并发现了石香在人类学校就读的身份。他和下属艾伦决定去会一会石香。同一时间，黄三也开始蓄力时间，并且打算找到30年前第一个诞生的原初精灵，他的目标就是亲手杀死对方。而学校的休学旅行也开始了。艾扎克就是让折纸的处分减少的人，现在队长队伍中的米莉曾经就是艾扎克的下属，不过米莉是资金到位，完全不在意上头是谁的类型。而几天前休学旅行房间争夺的时候，石香甚至打算假扮男生跟师道住在同一间，折纸却想让师道穿女装，最终师道和班主任都表示不可能。不过班主任却说飞机上的位置大家可以选，
于是世道陷入了新一轮的修罗场。秦理得知世道的旅行地点突然变更，据说是某个旅行公司提出赞助，但村宇调查后发现，那个旅行公司隶属于戴沐组织旗下。而世道飞机上被折纸和石像包围，他头疼的想睡觉，却被跟着机组的摄影师艾伦拍下照片。飞机落地后，第一次看到大海的石像很开心，不过他很快观察到有人跟踪他们。世道猜测可能是摄影师在拍他们。魔术师学会的飞船一直跟着世道他们。老师要带同学们去参观资料馆，石像还是觉得有人在观察他们，于是当场脱离了队伍。艾伦本来想继续跟上来，但很快被其他同学给拦住。而飞船上的一行人觉得石像不足为惧。奇怪的是，岛上突然出现一阵飓风，两人本打算返回图书馆，石像察觉到危险，立刻推开世道，自己也被飓风带来的东西砸晕了。世道看出空中似乎有东西，只见2只精灵少女突然出现。同一时间，秦理去参加了12圆桌会议。村宇因为有别的事情也不在基地内，所以指挥官又变成了神无月。他准备立刻去观察世道的旅行，而这2个黄发精灵都姓八五，似乎是对方的伴身。此时世道听到村宇的联络，眼前的2个姐妹却已经开始打架。2人一个是耶锯史，一个是西玄。世道眼瞅着他们打起来，要波及到自己和石香，于是立刻张口阻止了。姐妹俩却看向世道，耶锯史突然提出，他和西玄一直以来的战绩都是平齐的，不过他们有一项没有比过。于是2人望向世道的目光变得意味深长，世道顿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此时折纸非常担心世道的情况，他立刻冲出去，就看见赤道背着昏迷的石香，一左一右还有2个黄发妹子。其他同学目瞪口呆。孙宇找到班主任解释，那2个黄发少女是转校生，学校没联系是因为事出突然，而姐妹俩想比比谁先抢到世道。孙宇叹气，这下事情麻烦了。2人表示这是最后一次决斗了，比一下谁能先攻略世道。世道实在受不了吵架，于是问2人为什么要决斗。原来耶锯史和西玄曾经是同一个精灵，被称为八五，而分离的2人早晚会合二为一，但那个时候的本体无法让2个人格共存，所以他们只有其中一个能成为新的八五。原本的人格已经消失了，为了决定谁留下来，他们为此展开了多次比拼，而输掉的那个人格将会消失，所以他们准备以师道为最终目标。此时村宇却说他联系不上总部了，让3人跟着他前往基地，并告诉2个人格师道相当难攻略，不过自己可以指导2人。2人愣了一下，答应了下来。晚上石香吃晚饭恢复了许多，艾伦本想继续跟踪，再一次被班上3个妹子给带走。师道决定去找村宇谈谈，而师道刚下楼就被姐妹俩拐进浴室，2人还强行跟了进来，使用了色诱大法。师道本来是被撩得有点恍惚，结果姐妹俩又在旁边吵了起来。这个师道实在是没有什么想法了，而且耶锯史和西玄老是互相拆对方的台，师道只觉得莫名其妙，被卷入了2人的争吵。没想到此时石香竟然走了进来，师道这才知道这2姐妹把自己骗进了女生浴室，她们更换了前面的门帘，而且在师道进入后又换了回来。那时本来想离开浴场，没想到其他女生也来了，师道只能躲在石头后面。石香说他会给师道打掩护，于是师道在石香的背影遮挡下准备离开，可偏偏其他同学发现了石香。师道之后从悬崖边跑路，被石香不小心撞进了海里。村宇就看到他瑟瑟发抖地回到房间。另一边，艾伦也开始了新的计划。这天，师道突然遭到姐妹俩爬床，2人谁先打架，师道这个凡人遭殃，被扒了衣服狠狠地玩弄了一通。原本折纸和石香也准备去找师道，结果2人在半路上被班上的其他妹子给叫进了房间。艾伦在外面悄悄地跟着，然后被卷进了枕头大赛。班主任听说师道发烧，本来准备去照顾，结果就看到师道没穿衣服冲了出来，2人同时发生一声惨叫。魔术师飞船上一直没能收到艾伦的联络。第2天，师道接到孙宇的通知，让师道今天和2个姐妹前往私人沙滩。孙宇会通过指挥2姐妹尝试攻略师道，师道只需要伪装成什么都不知道心动的样子，顺势被攻略下来。这样2姐妹就会听从孙宇的指挥，尽量避免大量的伤亡。他们还没能和总部联系上，但也不能放过这么好的封印机会。师道也不希望2人其中1人消失，所以会尝试按村宇的计划行动。而此时姐妹俩已经来到了沙滩，师道先夸2人的泳衣很好看，而2人却收到了崔宇的消息，竟然拜托师道给他们涂防晒霜。
基地的众人都觉得秦理和村宇不在，没人能收拾那个欠打的司令官了。结果姐妹俩抢着让世道给他先涂，两人滚作一团，世道无奈，只好先给他们背上涂一层。结果两人都发出了怪异的声音，听得人面红耳赤。导播，这段播不了吧？另一边，艾伦还在暗中观察石香，他也没想到昨天会发生枕头大战。此时就见石香和折纸同时掉进海里，魔法部那边已经给艾伦调出了位置，艾伦立刻追上去，结果踩进了3个同学的坑，很快他就被埋进了坑里。没想到世道他们被石香两人找到了。也许是昨天晚上和石香一个房间，两人很快就聊到一块儿去了。而西玄和折纸关系也不错，折纸还给他出了很多计谋。眼看局势不对，村宇主动走了出来，提出6个人一起打沙滩排球，让世道和85姐妹俩一起组队。村宇之所以能蛊惑大家一起比赛，是因为赢了比赛的队伍会被告知世道的秘密。一开始姐妹俩完全不配合，于是村宇在旁边挑拨离间，怂恿石香他们放狠话。被刺激到的两姐妹立刻发动攻击，两人成功拿下第1球，高兴地抱在一起庆祝，又有些不好意思。然而世道走到角落喘气，没想到耶锯史突然找了过来。世道一开始还以为是村宇的指挥，没想到耶锯史却让世道明天选西玄获胜。不止耶锯史，西玄刚才也来找过世道，他也希望世道选耶锯史赢。其实姐妹俩非常喜欢对方，只是明面上不愿意告诉对方。他们俩都希望对方能够活下来，虽然自己也想活，但希望对方能够更好的享受世界。在他们看来，对方都是极其有魅力的人。如果世道明天不按照他说的做，那么他们俩会把世道连同朋友一起炸飞。世道听到这样的话十分震撼，怎么能让愿意为对方付出生命的人牺牲呢？而晚上回去的世道突然被石香叫去看海，总部那边始终联系不上村宇，这个情况看起来又不像是屏蔽，所以他们怀疑可能是人为的。下属在辛辛苦苦干活的时候，副司令终于睡醒。艾伦再一次追踪到石香，发现他和世道一同出去了，于是他让总部那边放了一台机器在旅馆旁边，正好被出门的折纸撞见。石香其实是有话想和世道说，他看出世道似乎在担心些什么，而且他也想和世道多聊聊天，所以石香从世道那里了解到了85姐妹的事情。石香非常理解两人的心情，如果必须要一个人活下来，对方是世道的话，他一定会这样选择。然而两人聊天的内容却被85姐妹俩听见了，他们发现对方都想让自己活下来，于是立刻发怒，恢复了灵装。世道和石香在中间瑟瑟发抖。而此时折纸观察到了机甲能独自行动，村宇路过现场，机甲已经扑现了两人。副司令醒了之后通知基地众人，决定直接降低高度展开世界树。魔术师协会的飞船也发现了他们，于是他们决定剿灭基地的飞船。同时85姐妹俩决定自己对战，决出胜负。两边的飞船已经在空中打了起来，没想到神无月反而变得十分兴奋，下属觉得他简直是抖 M 发作，再这样下去飞船要让他搞沉了。秦理接到通知，却让下属不用担心，神无月可是有点本事在身上的，不然他也当不上副司令官。此时姐妹俩从一开始互相吵架对骂，到现在一边对打一边夸对方。世道吐槽，你们不是很喜欢对方吗？而石香觉得有新的敌人出现，原来是艾伦带的魔术师队伍出现了。同一时间，因为2辆飞船对战，信号已经被屏蔽了。没想到在没有任何视角的情况下，神无月却做出了精准的指挥，能够轻松的防御对方的攻击。不但如此，就连极小的攻击他也能用最小的能量范围挡住。下属这才明白秦理说的有神无月在，不用担心。神无月是抖 M 没错，正因如此，他对疼痛和攻击感知非常敏锐。相反，石香和贝尔身上察觉到了不好的预感，甚至觉得他比机械军团还要恐怖。只见对方召唤出了一套作战铠甲，立刻和石香开始了交战。原本贝尔是想将石香招募的，被石香拒绝后，便立刻下了狠手，并且拦住了世道，准备直接带走石香。这一幕让世道想起此前他无能为力的场景，于是世道在情急之下竟然召唤出了石香的武器，而上空中的飞船一直打不中神无月他们。此时神无月也开始了反击，察觉到自己被击中后，魔术师飞船的指挥官破防了，准备开着飞船直接撞开神无月他们的防御。贝尔察觉到了世道也有精神力，于是决定把他也给带走。上方的神无月察觉到对方想撞击的想法，
一边兴奋一边完成了完美指挥。对面的指挥官一路碾压过来，结果还没有完全胜利就半路开香槟，所以在撞上神无月他们的舰队时，神无月一个回手掏，直接把对方的指挥室给干翻了。而失去指挥室控制的机甲自然是无法攻击师道，师道便趁这个机会带着神无月跑路了。贝尔本来还想追上去，结果一脚踩空摔进了陷阱里。原来这就是班上的那3个女生干的，那是他们唯一一个没人踩中的陷阱，只是没想到贝尔再度翻车。刚才的攻击的那个技能就是神无月放出去的，他的指挥简直堪称恐怖。师道带着石香跑到了沙滩上，看到两姐妹还在打架，他试图劝两人放弃，去寻找都活下来的机会，然而怎么都无法引起两人的注意。而在石香的帮助下，师道他们成功使用武器让两人注意到了他们，并说了让两人活下去的第3个方法，前提是他们可能要失去精灵力。两人觉得他简直是在胡搅蛮缠，可是他们都情不自禁地相信了师道，毕竟他们本就不想让对方死亡，失去精灵力换来自己的姐妹活下来，两人何乐而不为呢？而且两人还有想去上学的愿望，他们还想去很多地方，他们自己也非常害怕死亡。就在姐妹俩含泪诉说真情的时候，破防的魔术师总司令官杀到了基地，决定直接撞死师道和石香。然而他们正好经过85姐妹面前，两人嫌弃的碍事联合起来，一枪贯穿了魔术师协会的飞艇。四仙奶那边的信号终于恢复了，可惜电视剧也迎来了大结局。另一边，折纸被村雨送到了医院，他醒来后非常的难过，因为他也想变得更强，保护世道。世道因为使用精灵力累倒，表示封印的事情要留到明天。然而姐妹俩却单独把世道叫进了小森林，两人对他表示了感谢，结果感谢的方式竟然是亲吻。然而两人当场被封印，灵装也没了。世道还被石香误以为在耍流氓，而贝尔从陷阱中爬出来，他问上司艾扎克有没有人类使用精灵力的可能。而一趟旅行，世道身边的人变得更多了。锦鲤听到上司的消息，世道据说召唤出了天使，一旦失控的话，精灵也可能再度爆发。而锦鲤现在承担的角色是在危险关头杀死世道的制动器。折纸终于解除了禁闭，但队长却找到了上司反映，凭什么魔法师协会可以在他们机械军团单独构成一个团队，而且指挥权还要越过他们？然而魔法师协会那边派来的人却说，机械军团成立这么久，却连一个精灵都没抓到，他们的命令毫无作用。而魔法师协会新派来的这个队伍，队长叫做杰西卡，端的是一派嚣张的气质。学校即将举办文化节，而世道因为和妹子们走得近，遭到了全校男生的嫉妒，大家一致投票让他成了文化节的管理委员。而这个文化节是和10多所高校一起联动的，只有获得第1的人才能成为王，而高校中最强的对手就是龙胆寺女校，这里的学生偏差值特别高，都是大美女。而且据说今年这所女校中有一位当红偶像入学，不过世道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偶像的名字。另一边，艾扎克他们也盯上了世道。世道和四仙奶出去买菜的时候，突然遇到了空间阵，他被传送到了空间阵所在的地方，结果推门进去就看见有人在唱歌。心里说这是半年前监测的一位精灵，代号歌姬，总部几乎没有此人的能力和详细情报。世道因为不小心提到易拉罐被歌姬发现，对方还让他出来和自己聊聊天。给出来的3个选项，世道按照第2个选项走上台，并夸赞歌姬的声音很熟悉很好听。奇怪的是，对方看到他的瞬间好感度就开始下降。怎么个事儿？把人小姑娘瞅到了？不可能啊，咱们世道可是清秀的小帅哥来着。然而世道2个夸人的选项都折戟，无奈只有第3个变态的选项。然而不管选什么，歌姬都对世道发动了攻击。他看世道的眼神就像看地上的蟑螂。当机械军团赶到的时候，歌姬反而露出了笑容，并且还贴在折纸耳边说话。原本杰西卡准备动手，却看见世道被传送走了。世道消失后，歌姬也跟着消失了。队长只能咬牙切齿地看着他们离开。而世道作为文化节的管理委员，还要负责和其他高校开会。歌姬其实就是女校近期备受瞩目的当红偶像。世道和折纸看到他直接愣在了原地。
原来歌姬的真名叫美酒，半年前出道。据说她的声音和人语一样，有引诱他人的能力，但从来不对外公布自己的形象，所以众人怀疑有没有可能美酒也是变成精灵的存在。只是世道想不明白对方为何对自己的好感度这么低。村宇做出了分析，怀疑美酒可能喜欢女生，因为有传闻这位勾姬非常厌男。世道心想这可怎么办呀？没想到秦理一个响指，神无月笑眯眯地抱着女装走向了世道。没关系的，女装只有0次和无数次。秦理都已经改口叫她姐姐了。世道要在活动期间假扮女生和美酒接触，其他人还以为她是世道的表妹。然而石香和折纸都知道世道的真身，折纸更是兴奋地拿着相机开始疯狂拍照，硬是给世道吓成女孩子的模样。之后世道又以女装的形态跟上了美酒，美酒还真的没把她认出来，而且还以为世道是很有个性的女孩。秦理他们让世道假扮的女生测试了美酒的底线，发现美酒对女孩子特别宽容，而且美酒非常喜欢舞台，而且她比世道还精通撩人的手段。世道不小心摔倒，他还会主动给他包扎。晚上世道回去做饭，秦理还打趣他是不是习惯女装了。下一次行动他们要采茶会靠近美酒，结果世道刚到女校就被美酒的粉丝拦住。不过美酒倒是单独叫世道去了房间，世道是过来还手帕的。不过他发现其他女生不是很欢迎自己，美酒却说那些女孩都是好孩子，而且美酒还泡了一手好茶。世道和美酒聊了很久，秦理他们觉得局势大好，说不定就能顺势拿下歌姬。美酒说他还是第一次遇到世道这么新奇的女生，还让世道转学到他们女校，会给他提供学费还有辅导。世道本来想拒绝，但美酒一句请求，世道差点没扛住，不过最后还是拒绝了。于是美酒观察到世道可能是精灵，又或者是机械军团的人。世道知道瞒不住了，直接坦白自己两者都不是。他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不过却拥有封印精灵的力量，并表示自己可以帮助美酒封印精灵力，这样就可以过上普通人一样的生活了。但美酒却拒绝了，他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，拥有精灵力量的他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世道提出他之前不小心引发空间阵，估计是控制不好自己的力量，但美酒却说那是他故意的，因为他刚好路过那个大歌剧院，想起自己从来没去里面唱过歌，心血来潮便引走了众人，自己独自进去享受歌剧院。世道说万一要是美酒的朋友受伤了怎么办？美酒却说那些人不是很喜欢他吗？为他而死也是荣幸吧。世道非常不认同他的说法，他表示自己不会喜欢美酒，于是美酒更加想要得到世道，还提出和世道比赛，如果世道在文化节赢了他，自己就同意封印魔力，但如果世道输了，世道和他封印的精灵都会成为美酒的所有物。另一边，魔法师协会小队决定在文化节展开作战计划，他们逮捕的人中还有一个普通人，队长不认可这样的作战，杰西卡却让他不准透露给折纸，还说这次计划是上头命令的，而这些人要抓的普通人就是世道。昏迷许久的珍娜在病房被一群黑衣保镖找到，等医护人员赶到，她已神秘失踪。而其他人听说世道要参加舞台表演，都有些担心他的情况。而班上的三妹子听说了世道的情况后，便决定邀请世道加入他们乐团。石香和折纸也立刻冲了进来，而且折纸还非常的会唱歌，帮助世道他义不容辞。然而折纸在基地却遭到了多重视线，他很快就察觉到自己被隐瞒了消息，所以一把抓住队友问话，并且从那里了解到明天有一场大型作战。还没等他详细问下去，杰西卡就已经找了过来，并打断了对话。折纸返回更衣室，队长正在旁边抱怨明天的作战。明明房间没有其他人，他却自说自话透露了明天的作战，并表示世道也被盯上了，还说好巧，刚好有一台机甲能够锁呢。折纸顿时捏紧了拳头。世道他们班的活动是女仆咖啡厅，因为世道穿女装伪装成自己妹妹，所以也被拉进了队伍，而且还变成了女部长。他们在队伍中恍然看见狂三的身影。村宇带着司仙奶来到了文化节，司仙奶看着世道的女仆装，心情十分复杂。世道感觉自己简直是带坏小孩子，不过这个时候美酒也找了过来，还夸世道这身衣服不错，等他以后跟着自己就穿这身衣服服侍他。周围有女生本来想反驳，然后立刻被美酒赶去了别处。世道便猜测这就是美酒的力量。美酒还说他是来约世道约会的。世道穿上的女装被美酒反复撩了好几遍，
完了，美九还问世道有没有喜欢的玩偶，说是要给世道套娃娃，但是美九怎么套都套不住。本来世道已经准备自己上了，没想到美九直接通过声音命令店主把娃娃给他。世道觉得他这样做太不公平，但美九却说人类都是他的棋子和玩具，只要自己玩得开心就可以了。还有世道不用想那么多，但世道更加下定决心要赢他。他还告诉美九不要小看人类。美九却说他很期待在舞台上见到世道，而此时折纸下定决心要救下世道，于是果然来到了机甲那里。马上节目就要开始了，世道立刻打电话联系了折纸，却发现他怎么都不回消息，而且另外3个队友也没来。一问才发现美九控制了这些人。眼下这个情况刻不容缓，秦理打算动用假唱手段，并打算把其他弹奏的人送过去。秦理觉得自己被小瞧了。而文化节活动开始后，其他人听说有偶像美九表演，便立刻来到了现场。而美九也确实是专业歌手，他本来就拥有特殊力量的嗓音，舞台表演更是出色。一首曲子结束，秦理竟然把现场的电器给断了。但是他没想到美九竟然直接动用了灵装，通过精灵力在现场开始了新的演奏。他的舞台表演在下方燃起了一片星河。看到这一幕的世道叹气，这种情况根本就赢不了。但是他没想到85姐妹来到了现场支援，同一时间魔术师协会小队也锁定了他们。秦理他们的舰队发现了这些人的踪迹，这群家伙竟然直接对下方发动攻击。本来神无月都打算出击了，没想到这个时候折纸先杀到了现场。他驾着众人都不敢使用的高耗能机甲，直接将所有成员的武器给打碎，一个人就拦截下了魔法师小队。而杰西卡因为得罪了队长，再加上队长本来就不认可对平民出手，所以直接无视了杰西卡的支援请求。孙宇收到消息，立刻返回基地，而司仙奶留在会场准备看世道的表演。85姐妹因为经常比赛，所以精通乐器。秦理让世道他们冷静下来比赛。世道看着场下那么多人，内心还是有些佩服美九的。此时场外已经打成了一团，但因为外界的战斗导致场内的话筒线被破坏了。世道本来没有勇气唱歌，没想到石香却激励了他，所以他们小队顶着没有声音的情况下完成了演奏。而场外的折纸凭一己之力拦下了队友，但是拦截太久，他的体力也撑不住了。杰西卡似乎不打算放过他，折纸一直顶着压力在外界输出，而比赛的内部的审核奖也出来了。美九他们拿了第一，世道连前3都没捞着。结果美九半路香槟开早了，世道他们班搞了女仆咖啡拼，这可直接拿下了当日的综合第一，直接在总体上赢了美九他们。美九不敢置信，他们怎么会输呢？而世道告诉美九，自己能赢是因为有伙伴补足了不足。你不要小看我们人类之间的羁绊呀！美九摇头，不听，王不见听。所以他直接召唤出了武器，强行声控了现场所有人，就连精灵伙伴都已经被放倒。世道试图阻止美九，却被美九控制的下属抓住。原本美九还准备对世道下手，结果爪子一摸过去，怎么触感不对呢？于是世道当场就扒了裤衩，好吗？阿姆斯特朗回旋加速喷气式阿姆斯特朗炮，感觉自己被诈骗的美九立刻控制全场朝世道包围过来。世道本来想控制美九，没想到司仙奶他们全部被美九控制了。世道以为石香也翻车了，没想到石香却在众人手中救下了世道。原来之前为了伴奏，美九特意戴了耳机，根本听不见外面的声音。而世道立刻联系了秦理，奇怪的是秦理竟然也被控制了。孙宇和另外一位下属妹子在外部检查电线，回来就看到这个场景不对劲。副司令享受地承担着秦理板凳的责任，眼看秦理就要控制飞艇朝下方发射光炮，关键时刻一个人冲进来打晕了秦理。此时秦理也快到极限了，杰西卡本来想动手，却被光束扫了个正着，紧接着珍娜就驾驶机甲出现在折纸面前。杰西卡质问他为何要背叛魔术师部队，珍娜一点都不在意所谓的魔术师，他轻松就解决了杰西卡，并且把人丢回了队伍中，让他赶紧离开这里。内部石香一直在试图打断美九的控制，不过每次都不能成功。而贝尔也察觉到杰西卡他们的行动失败了，所以直接进入场地内准备逮捕石香和世道。石香立刻将世道丢出了社团，但自己很快就被打晕带走了。世道发现后十分着急，可是那些被控制的同学在社团四处寻找世道，世道只能躲进废弃大楼，没想到却在那里见到了狂三。世道发现狂三并没有被控制，他知道自己目前能够拜托的只有狂三了，
所以愿意付出自己作为代价救出石像。没想到黄三本来的目的就是想问世道要不要救石像。此时石像从昏迷中醒来，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奇怪的空间内，他满心满眼都是要去救世道。贝尔让他不要担心，过几天世道就会来陪他，当然要是世道反抗的话会被卸掉手脚。贝尔竟然能够通过庞大的魔力控制石像。黄三告诉世道，他想救石像其实是想潜入魔术师部队，但是需要世道来做他的诱饵。世道问他为什么要说出来，明明可以什么都不说拿下他的人情。黄三微笑，谁知道呢？他只问世道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此时哲哲也在医院中醒来，发现同学们被操控，他们的队伍甚至要被迫待机。他下意识就想起床去找世道。听说世道失踪，哲哲心痛不已，但又没能救下世道。而狂三计划第一步竟然是带着世道去找美酒。他说不解决美酒的事情，世道就容易被抓。美酒有声控没关系，老娘还有枪呢。不过狂三其实想测试一下世道，毕竟世道当初连他都想救下来，这次说不定能够说服美酒。不过世道认为美酒的思维方式异于常人，并不是那么好说服的。狂三让他在房间里先找别的东西。此时美酒还在给观众们表演，下了舞台就和抓来的四鲜奶他们贴。殊不知麒麟已经在房间内翻到了他的内衣，而且非常期待看到世道的女装。世道被他吓得摔倒在地，不过他下意识地关心狂三有没有摔伤。狂三看他脸颊擦伤，还给他舔了伤口，世道羞得抬不起头。而狂三找到了美酒的专辑照片，通过特殊技能看到美酒的过去。美酒收到消息的时候，世道已经来到了学校了。美酒命令其他人动手，却被狂三的结界给控制住了。美酒发现狂三也是精灵，而且想起了世道封印精灵的能力，他不想让自己回到过去的模样，于是主动发起了攻击。当世道来到房间时，本来想劝他时，美酒直接操控其他人对世道动手。不过狂三的鬼魂可以控制那些家伙，美酒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精灵，一时间差点没反应过来。世道本来想说自己是想去救石像，但是美酒根本没给他说话的机会，而且被控制的四鲜奶他们也对自己发起了攻击。狂三接住甩飞出来的世道，然后通过自己的特殊技能给世道还有美酒腾出了一个谈话空间，自己留在外界拖住四鲜奶三人，让世道想尽办法说服美酒不要妨碍他们救石像。美酒和世道共处一室就很生气，世道很抱歉之前扮女装骗了他，但他不想让美酒把其他人拖连进来，希望他能解放那些人。而世道和美酒想起了石像的事情，他说自己接下来是要去救石像，但在美酒看来，其实世道根本不在意石像，只是想找回一个性欲处理机器罢了。在他看来，天下男人一般黑，但对世道而言，石像的命也是命，是他最重要的存在。希望美酒不要再加大破坏范围，但是美酒怎么都不愿意相信世道，于是世道提出之前的赌约，并且更改了封印美酒的要求，拜托美酒和他一起去救石像。可是美酒不相信有人会把他人当作重要的存在，他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充满谎言和欺骗的存在，这让他想起过往的事情。还没等世道多劝两句，狂三就说时间已经到了。他把两人从空间中放了出来，并带着世道先离开了。毕竟现在四鲜奶他们被控制，无法完全压制。世道叹气，他不但没劝到美酒，还让对方更生气了。不过狂三却不怎么意外，让世道摸摸他的脑袋。狂三说美酒现在不会擅自妨碍他们，毕竟对方也恐惧于他的力量。不过世道想和美酒结盟，倒是让他有些意外。他说世道还是不够信任自己，用舌头狠狠地甩了世道的脸蛋。世道被舔得面红心跳，狂三才说他已经调查到石像所在的位置，那里是戴姆的总部，日本第一支队。艾扎克专门去见了石像，并表示他们想要石像的精灵之力，并且想通过它重新推翻世界真理。他觉得石像的状态太过稳定，想让石像彻底的绝望。通过试探发现石像最在意的就是世道，于是他们决定抓了世道再对石像下手。这个时候世道和狂三正商量如何进入戴姆总部，引开石像身边的警卫，但是对方先发动了空间阵的预警，把普通人骗到避难设施后，那群家伙立刻开始攻击世道和狂三。狂三的分针就拖住了空中的机器人，本体就带着世道直接进入了总部。狂三还担心世道是不是很头晕，结果两人还没行动，狂三的脑袋就被砍了下来。砍的人竟然还是之前失踪的妹妹珍娜。珍娜说自己已经退出了戴姆。世道赶紧解释，狂三现在是在协助他。不过这两人显然是容不下对方，狂三为世道自退一步，
毕竟他本来也有其他的事情。他表示自己会作为牵制拉扯其他人，让世道和真娜继续行动。而世道通过真娜的耳机联系上了情侣，情侣第一时间给他道了歉，说之前说了让世道去死的话，目前他的状态已经恢复了。而美酒正在生气，认为怎么会有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东西去珍惜。美酒忍不住问真娜他们，世道究竟是怎样的人？他是真的非常在意和重视石香吗？而美酒拥有控制人心的技能，所以他能让人只能说实话。在思贤奶他们看来，世道是真的会为石香付出一切的人。听到这里，美酒陷入了沉默。心里本来想劝世道放弃救援，但是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内部的通讯肯定会被阻断。他告诉世道，基地会在外部做支援，心里同意世道去救石香，但前提是要全虚全伪的回来。折纸从床上爬起来要去救世道，队友本来想劝他，但折纸说世道是他的心灵支柱，如果失去了对方，自己也没有支撑下去的勇气了。队友实在是羡慕世道，决定给折纸提供作战的装备。世道他们潜入基地，还没进去就遭到了攻击，不过真娜替世道挡了下来。原来动手的人是使用了折纸另一个复制机甲的杰西卡，对方一直将真娜当作对手，想趁此机会和真娜一决死战。真娜牵制住杰西卡的时候，世道趁乱进入内部。情侣之前说过，石香可能被关在隔绝精灵的位置。世道进去后就立刻被工作人员发现，他被逼到了角落，却意外召唤出了天使之剑。握住武器的他倒是能够反击，可惜被奄奄一息的工作人员偷袭了。他打晕了对方，捂着被捅穿的腹部继续去找石香。此时鸡血军团也奉命赶往现场支援，很快就发现狂三一个人在牵制全场。世道一路杀到内部，但身负重伤被一群人包围了。就在他以为这下要被抓住的时候，美酒却带着思贤奶他们杀到了现场。他让思贤奶他们在外面阻拦其他的机甲，自己陪着世道前往内部找人。世道还以为他是遵守之前的约定，但美酒不承认，只是说自己想把另一位精灵收入怀中，但世道却说他会记住这个恩惠。美酒这才知道，世道还没搞清楚石香被关在哪里。外面的3个精灵已经和其他队伍交战，珍娜得了空，正准备撤离现场支援世道，结果被贝尔挡住了去路。贝尔很惊讶，珍娜竟然已经知道身体被改造了真相。珍娜冷哼一声说他们都是共犯。这个时候杰西卡又杀了过来，珍娜处于2打1的状况，眼看就要被贝尔一刀砍中，关键时刻折纸替他挡了一刀，但珍娜的步伐却被杰西卡拦住。而美酒通过自己的魅惑技能问到了石香被关的位置，甚至拿到了通过的 ID 卡。美酒看出世道已经力竭了，他还是觉得世道是为了承诺在装逼，并告诉世道，如果现在就说要放弃石香，自己可以给他介绍很多妹子。但是世道却说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石香，这让一向把人类当作骗子的美酒不敢置信。但对于美酒来说，人类就是玩具，男人是奴隶，女人是玩偶。世道却揭穿了真相，其实美酒曾经也是一个人类，但是被拥有歌声能力的精灵变成如今这样。真相暴露的美酒问世道为何会知道，原来世道是从狂三读取的记忆中看到的。美酒眼看瞒不住了，也承认自己曾经是人类。那个时候他是人类很有名的歌手，有很多粉丝喜欢他。很快的，他的名声逐渐扩大。于是经纪人告诉美酒，有一个电视台的主任想和他发展发展。当时美酒就拒绝了，他不是不想登上电视台，但他更想让歌迷听他的歌声。然而拒绝的他却遭到了黄谣和诽谤。他本以为粉丝不可能相信这些假消息，但他们的态度一改从前，甚至一边歪歪骂他肮脏。在握手会上摔了 CD， 连事务所都放弃了美酒。美酒决定用歌声去说服大家，可是面对那些人的视线，他却患上了失音症。美酒从此厌恶男人，因为他们害自己失去了声音，失去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歌声。当时美酒就想自杀，但那个时候神却给了他新的生命。世道看出美酒其实并非真的把人当作下贱的存在，他只是多次遭到背叛，所以对人类产生了不信任感，不与任何人交往，故意扯开距离。所以美酒觉得那些人都是肮脏的存在。世道表示自己同情美酒的经历，也厌恶那些电视台制作人和事务所以及背叛的粉丝，但是仍然还会有人爱着美酒的歌声，只是美酒被那肮脏的东西蒙蔽了双眼，没能看见。他相信美酒其实是想和人沟通的，不然他也不会想得到不听美酒控制的女装扮自己。
而且他再次出道的时候还是用的本名，一看就知道是想被别人了解。被说穿的美酒气得一边打敌人一边大骂世道。世道说果然还是不能让美酒控制四件奶他们，他一定会封印美酒的力量，但更多的是希望美酒用自己本来的歌声去震撼他人。但美酒却说恢复的他又有谁会听他的歌声呢？世道承诺他一定会，他其实已经听过美酒变成精灵前唱的歌。他告诉美酒，即使失去了精灵力，他也不会成为毫无作用的人，他的歌声足以震撼心灵。可美酒却说，当初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没有一个粉丝相信他，也没有人对痛苦的他伸出援手。但世道相信，一定还有人在等待原来的美酒，如果有那样的情况，他也一定会帮助美酒。美酒却反问世道，那你的意思是，我也遇到和石香一样的困难，你也会赌上性命来救我吗？世道承诺他一定会做到。美酒嘴硬，你肯定在说谎。两人转弯就震晕了堵门的人，很快来到了18层隔离的区域。贝尔告诉哲治，他身上的机甲很不稳定，一旦胡来可能会丢掉性命。但对哲治而言，能救世道就是最重要的。他一通狂轰乱炸，将贝尔逼得有点破防。不过他本人也是世界第一魔法师，所以并没有直接上当。而眼看哲治就要被逼到绝境，秦里突然放出了光束炮。哲治趁着这个机会反击并伤害到了贝尔，贝尔认可了这家伙的力量，不过他却收到了总部的消息，所以立刻离开了现场。此时双胞胎姐妹也看到了哲治，哲治这才知道两人竟然也是精灵。世道和美酒果然找到了石像，结果刚进去就看到艾扎克走了出来。艾扎克看着世道的瞬间就震惊，听说世道是一个可以封印精灵的普通人，顿时忍不住哈哈大笑，还说这一切都在那个女人的掌控中。美酒觉得这人简直是神经病，他本来想直接通过声波控制对方，世道和石香被一堵墙隔开。此时贝尔赶到现场，一剑刺穿了世道的胸口，石香看见后直接崩溃了，而这家伙竟然还打算砍掉世道的脑袋。无论石香如何拔剑攻击，都砍不碎墙壁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把刀落在世道的脖子上。于是石香陷入了深度暴走。秦里他们也察觉到最高等级的精灵力波动，世道眼睛一睁一闭，石香黑化了。黑化后的石香完全不知道这里是哪里，而艾扎克却说他们已经唤醒了魔王，现在贝尔的目标就是杀死对方。嫌敌人不够强，把他变强了再杀。世道被两人交战的波动掀飞，贝尔表示他们需要的只是黑化的石香的力量，所以他必须要死在这里。杰西卡已经到了超负荷状态，珍娜觉得此人虽然功利心强，但是个忠心耿耿的，可惜了，要是自己当初走错一步，或许也会变成这样。所以珍娜亲手了结了杰西卡。杰西卡死前问珍娜，自己真的能得到认可吗？珍娜点头，她才安心的闭眼。而另一边，贝尔和石香神仙打架，不过石香直接瞄准了艾扎克，贝尔立刻下去挡住了攻击。他说如果是全盛时期的自己，或许能和石香战斗，不过现在的他被折纸划伤了，没办法保持完美状态，对上黑化版的石香可能会比较吃力。艾扎克表示反转已经成功，而且遇到了意料之外的老熟人，他还叫出了世道的真名，然后带着贝尔先一步离开。世道问他认识自己吗？艾扎克却说如果是现在的他，自己一无所知。他们消失后，石香将目标落在了两人身上，因为两人先前的战斗，大楼被掀飞，锦鲤也成功联系上了世道，并表示石香现在的状况非常糟糕，世道需要做的还是使其娇羞再度攻略。但要做到这一点，世道就必须要靠近石香。美酒主动帮世道挡下了攻击，他说自己这次来是为了见证世道说的话是否能实现，毕竟他承诺过就算舍弃生命也要救下石香，所以他召唤了声波，试图阻止石香，让世道有接近石香的机会。他确实是束缚住了石香，可是石香很快就斩断了束缚，并且一刀砍向了美酒。美酒一直觉得自己只有歌声，失去歌声后，他毫无存在的价值，也不会有任何人保护他。其实他也想看看用心爱上别人的人类的模样，如果他能和世道早一点相遇，会不会情况就会不一样了？此时世道立刻扑向了美酒，四件奶他们突然恢复神智，发现折纸还拼命地冲陷大楼，八五姐妹吓了一跳，不小心把折纸砍晕了过去。
昏迷前的折纸还在喊世道的名字，于是两人把折纸还给了队长，意识到他们要前往大楼去帮助世道。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恢复神智，是因为美酒被世道救下，产生了震撼，从而解控。世道说他实现了和美酒的约定，自己会在他遇到危险的时候冲上来保护他，所以美酒站在了世道身后。黑化后的石香听到世道的名字，忽然觉得脑袋一阵疼痛，还以为世道是借由盟友蛊惑他，所以准备对世道使用杀招，并且掏出了中年之剑。美酒下意识的想用声波，可是他一把抱住了世道，他不想让世道违背之前的誓言，希望他赶紧去救石香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四线奶他们赶到了现场，暂时拖住了黑化版的石香的步伐，所以世道让美酒躲在安全点，自己逐步靠近石香。石香的记忆有所恢复，不过他以为是幻觉，所以中年之剑还是落了下来。等美酒反应过来，就看到整个城市被劈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，正在战斗的狂三被误伤了一波，不过世道却被八五姐妹俩救了下来，所以他一跃而下靠近了石香，并且在对方的目光下丢掉了武器。石香也没想到他会这样做，一时没反应过来就被亲了个正着。黑化的石香心跳加速，怎么会这样？但熟悉的记忆从脑海中尘封，于是他再一次苏醒。世道摸摸他的脑袋，最终这起事故以民众吸入迷幻剂作为官方解释。城市内爆发的巨大争斗被当作亚空间地震，狂三叹气，他要找的精灵也不在这里，不知道那个被禁锢的精灵究竟身在何处。不过战斗结束后他就消失了。第二天，美酒单独把世道叫了出去，甚至还称呼他为达里。美酒讨厌男生，但世道是特别的，他救了自己，而且还承诺过，即使自己失去力量，他也会继续听他唱歌。世道遵守约定，所以他也相信世道，于是主动亲吻世道，面对枫叶。石香冲进来就看见他没穿衣服，不过美酒却问世道愿不愿意来看他的返场。世道自然是点头答应的，而美酒唱的那首歌是属于之前人类歌手的他，唱完后他的心中释怀了许多。听到场下的欢呼，美酒感动坏了，还直接在公众表白了达里。石香他们看世道的眼神都不对了，可恶，你这个芳心纵火犯。之后石香找到世道道歉，但世道却说那并非是石香的错，即使他变得不再是自己，世道也承诺他会再一次抓住石香的手。不过这一次美酒他们跑过来搞破坏了，怎么能一个人偷跑呢？七夕节当天，世道上街却遇到了狂三，对方提出要和世道一起约会。面对狂三一通卖惨，世道实在做不到拒绝。看到世道同意，狂三便立刻抱住了他的手，还说只有今天世道是独属于他的。然后两人一起去了庙会，结果世道发现狂三盯着他都快要掉口水了，他吓得瑟瑟发抖，才发现狂三指的是后面的柳叶蛋糕。两人把庙会逛了一遍之后，狂三又带着世道去了星象馆。世道知道狂三是需要防备的，可是面对对方轻松的氛围，他的防备心还是松懈了。主要是狂三今天看起来真的很像普通的女生啊。世道还在猜测他接触自己的目的，此时星象馆已经开始表演了。狂三牵住世道的手，他说牛郎织女一年只能会面一次，要是那天赶上了下雨，一年一次的机会也没了。要是每一年都在下雨的话，他们还会互相思念吗？狂三认为时间是最温柔也是最残酷的，如果两个人迟迟无法碰面，恐怕感情也会在时间的洪流中被冲散。但在世道看来，两人一定不会忘记对方，他们能整天腻在一起，连工作都不做才会被分开。如果没有发生天大的事情，肯定是不会忘记对方的。而且世道也研究过星象，怀疑这俩人私下偷偷见过面。狂三顿时被世道的说法逗笑了。两人离开看故事的星象馆，准备前往商店街写下许愿签。半路狂三说自己想拍一下婚纱照，他说自己想和世道创造共同回忆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世道怎么能拒绝呢？而此时秦理他们也正在街上寻找着世道，正好看见在主页上写愿望的活动。秦理一把擦掉自己想和哥哥结婚的自己，拉着石香他们挂上了许愿单。三人又一次出发寻找世道，并且这一次是分头行动。而此时色线奶还在跟兔子对话，兔子怀疑世道是不是遇到了别的女人。色线奶本来觉得不可能，结果转角就看见世道和狂三走进了婚纱馆，他忍不住走上前悄悄观望，结果被狂三发现了。狂三问他有什么事儿，色线奶鼓起勇气问两人之间的关系。
黄三一眼就认出了司贤乃是谁，然后故意用令人曲解的方式说出了两人的关系。司贤乃听得面红耳赤，尤其是听说师道还给黄三挑了内衣，司贤乃顿时脸红的逃走了。和婚纱馆交涉的师道被拒绝了，不过黄三自己说服了前台，他这个说服力恐怕是暴力说服啊。于是师道被迫换上了白色的西装，他本来想趁这个机会联系一下石香他们，没想到此时前台已经把他拽出去了。师道的手机遗忘在桌上，正好错过了秦理的电话。师道推门进去就看到换上婚纱的狂三，不得不说狂三确实是个大美人。旁边的工作人员默默地擦了一把眼泪。师道有些好奇狂三究竟对人家说了些什么。原来狂三告诉工作人员自己身患绝症，时日无多。师道想让他在最后的时间换一次婚纱，直接把工作人员给忽悠瘸了。工作人员还表示要帮两人拍照，说这可是最后的回忆。再加上狂三也很想拍，师道只好答应了。于是两人拍了一张合照。此时司贤乃已经找到了石香，说师道和一个陌生女人在一起，听说师道掀了别的妹子的裙子，然后现在要结婚，你看看谣言就是这么传出来的。秦理瞬间暴怒，让司贤乃带路前往婚纱馆。而此时狂三和师道已经到了许愿点，他似乎非常喜欢那张婚纱照。师道发现树上还挂着石香他们的愿望，石香几人的愿望还挺简单的，师道也许了一个，希望世界和平。还有一些好奇狂三写了什么，不过狂三并没有告诉他，但据说这个便签挂得越高越容易实现愿望。这是一颗巨大的竹子，头顶确实还有人没挂上，但是师道觉得那也太危险了，于是决定前往另一边。狂三并没有把标签挂上去，而是和师道又一次提起牛郎织女的事情，还说师道不要忘记他。师道笑眯眯地答应了，并表示他这么个性强烈，肯定忘不了。为了不看见狂三的愿望，所以师道主动避开。没想到狂三却说时间已经到了。此时从阴影中走出另一个狂三，原来此前一直和师道约会的狂三只是他的分身，因为他不听从本体的意志，选择出来和师道见面。原来狂三的分身都是某个时间段的狂三本人，而眼前这个分身恰巧就是此前和师道在天台上谈话的狂三。当时的狂三被刺穿腹部死亡了，对本体而言，不听话的分身只会拖累自己，尤其还是爱上师道的那一块。不过分身似乎已经心满意足了，毫不抵抗地被拽进了深渊。狂三说下次有机会还会和他聊聊。此时经理他们赶到师道身边，立刻挡在师道面前，而分身消失后只留下一张婚纱照和便签。师道终于明白这个狂三在和他约会时是抱着怎样的决心。他知道自己只能活几个小时，而他许下的愿望便签被师道看见后，毫不犹豫带着标签冲了出去，并且爬到了树木的最高处，将愿望绑在了上面。他摔下来的时候被石香接住了。师道希望分身的愿望能够再次实现，对方许的愿望是有朝一日能再次和他相遇，所以师道也不可能忘记分身。那张婚纱照被师道放在房间进行保存着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小白爆肝队4号机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